上百个私信也好，留言也好，邮件也好，来问我哪条邮轮的中餐最好吃。哪条？没有一条邮轮的中餐是好吃的。哪怕中国品牌的邮轮，目前为止都还只针对相对更低端一点的邮轮市场，饮食习惯的差异来几点吃什么，吃得着吗？吃得好吗？这个信息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怎么来打破这个差异呢？等一下讲。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已有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已有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已有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已有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已有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在邮轮上的饮食习惯的差异就是我们是可以在正餐餐厅吃饭啊，我们也可以去吃 buffet 啊，就很多船都会有一些小餐厅，它并没有那么的正规，没有那么的 formal。它不叫做 traditional dining room， 它可能就是一些哪怕是小吃类的，哪怕是一些特别小的一些 specialty， 都是我们在邮轮上会吃饭的地方。首先又希望大家搞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我们去哪儿吃，好，你可能每天吃饭的地方都不太一样，特别是现在很多的 option， 对不对？吃什么？我今天去 buffet 也是吃啊，对不对？那我就可以随便踩双拖鞋穿一件最随便的，回到房间倒头就能上床睡觉的衣服都没问题。比如说你今天是去正餐餐厅吃饭，那你是不是就需要你装也得装得得体一点吧？吃什么几点吃什么这个问题有很多人不关心，很多人上了桌子打开那个 menu 才关心吃什么。其实大到 traditional dining room， 像那个什么 Royal Caribbean 3层楼4层楼的那个大餐厅同时能够上1000人同时吃饭的大餐厅也好， specialty 很小的就这么几张桌子也好，它都会在旁边公布他今天的餐牌。我们有吃西餐的人大家都知道，他会在门口先公布他今天的餐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用翻译 APP 拍张照，咵他就给你翻译成中文了，对不对？有很多的我的观众来跟已有探讨吃饭的时间的问题。的确，吃饭时间这件事情在我们华人的认知里面很重要。到了点儿我有饭吃吗？我20出头刚刚入到邮轮行业的时候，我的老板跟我讲，你上船第一件事情就需要搞定的就是吃饭时间，客人的吃饭的时间。我当时就觉得这有这么重要吗？好，果然大家都为了吃饭的时间没摆平而非常不高兴。几点吃什么，吃得着吗？吃得好吗？这些问题是非常的在乎。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每个不同的邮轮，甚至同一家邮轮公司的不同款式的邮轮，在吃饭的时间上都是有它不同的规则。首先你需要通过你的 travel agent 也好，你是直接跟邮轮公司订的也好，你要跟他们确认你想要你 prefer 的吃饭时间。当然也要 depends 订的时间包括比如说有一些特别高级一点的邮轮公司，它可能是会按照就是房间等级先 open 给最贵买最贵的，然后他给你发个通知，告诉你几年几月几号几点钟我们的那个官方网站就 open， 你可以先划上你自己吃饭的时间不同的邮轮公司不同的做法。也有很多的邮轮公司是旅行社的 agent 也好，邮轮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好，反正自己的那个 consultant 也好，都是可以直接帮你把吃饭的时间给你确定好无论是你想要早一轮晚一轮6点也好8点也好5点半也好还是任何时间吃。有些公司叫 select dining， 有些叫 anytime dining， 有些叫 my time dining。 主餐厅里面的会有一个区域什么人都不给做，就是专门是 serve 给 my time dining。 那邮轮公司就会告诉你说，你的 my time dining 也好，你的 select dining 也好， anytime 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那你就可以在你的固定的一个入口，那个餐厅的入口进去。吃饭的时间，我希望所有跟已有来看已有直播视频也好，我们会看到这一集视频的也好 OK， 大家都要事先去搞清楚。有很多的邮轮公司会提前把那个餐厅的 menu 直接在 APP 上就公布， Princess 就是一个，你房间的电视机上又有，
啊，就怕你搞不清楚今天吃什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prepare， 你可以事先，哪怕这道菜我从来没有吃过，我这个用词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些法语啊、意大利语的一些用词，我们很简单用 Google 的翻译也好，用 ChatGPT 也好，有很多很多的 APP 现在可以帮我们来把这一道菜搞清楚。首先，你不会说误点了一道你根本不会去吃的东西。最后放在桌子上不吃浪费，被别人白眼，这个怎么那么浪费，对不对？好，那另外的一个就是你也可以更搞清楚，就是说这到底是你有没有选择到你喜欢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也不好意思去剩下来，然后硬着头皮把这个东西给吃掉了，还蛮辛苦的，很辛苦你了。如果有这么干过的人，主动去打破饮食差异，比如说我要吃米饭。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是可以 request 的，特别是你在正餐餐厅吃饭，特别是现在绝大部分的传统的邮轮，你还是可能会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对吧？你每天 serve 你的 waiter 是同一个啊，那你这个时候你更好去 request， 哪怕你是 anytime my time select dining 啊，就这种你任何时间都可以吃的，你都可以根据你的 cabin number OK 去做你的 special request。 比如说吃米饭，好，就我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啊，我觉得印度人就特别执着于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他们真的是可以为自己在邮轮上 order 到一桌印度菜。我们在这边今天 menu 上的东西跟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桌子上放满饼啊、咖喱啊之类的东西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天哪，他们可以这么吃。就是在10几年之前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真的很 shock，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印度人好会为自己着想哦。你看他们的 special request 可以帮自己做的这么完整完善，吃法他们都可以按照来 request 他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吃法，你看到就是纯印度吃法。好，那我们华人的吃法也是其实是跟西餐的吃法是不一样的，我们喜欢把所有的菜都上齐，然后大家一起开始吃，而西餐的吃法是头盘色拉汤，有时候色拉跟汤你都点到主食。如果说main course 是一个口味比较重，它可能 before main course 和 salad 之间可能还会有一个那种冰啊之类的东西，或汤啊之类的东西，是让你清一清，然后我们后面的那个味道会比较重。 depends 每天不同的 menu。 现在有很多我看到我其实觉得不太好，就是 waiter 的确是会偷懒。正常情况下，正常的规则是这张桌子上所有的人把这一道菜完成之后才会上下一道。好，那有吃得快有吃得慢的，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 salad 跟汤你是都点了，那个只点 salad 的人，他吃完 salad 之后他就在那等着你，那 main course 一直不来，要等到你吃完 salad 又把汤喝完了。如果说你不小心中间还点了一个什么 pasta 之类的，还要等你把 pasta 吃完了主菜再一起上来。但 depends 啊，如果说它的 pasta 是列在它的主菜的 menu 里面 main course 的 menu 里面，那可能就会一起上，那就会变成有人在吃，有人吃完了，有人空着桌子面前是空的，对不对？就会有不懂这个规则的人开始 complain， 服务生他就看到了，他就也不管规定了啊，他们就直接上。如果你比如说你在跟你自己的就是刚刚那个谁要去那个 Queen Elizabeth 的，他们就会特别特别讲规矩。那在这个时候你其实比如说有点心急，希望赶快吃完，比如说我的那个 show 快开场了，我想赶快吃完，其实你可以 ask， 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要主动的去打破饮食差异，没有人会怪你，你就告诉他不好意思，我今天这顿饭想吃的快一点，你有没有可能给我上菜上的快一点呢？然后我们不 care 就是同时上来，我想赶快，因为我的 show 在后面，但是今天的 menu 上的东西我每一个都很喜欢，我每个都想尝试到，那是不是有可能在比如说我 salad 快吃完的时候，你赶快把我的 main course 帮我拿过来，特别是那一些很大很大很大的船 OK， 现在大家都喜欢搭大船哈，把那个 menu 打进去之后，他要去帮你去搬你的菜，是要排队搭电梯，再排队再搭电梯才能到你身边。所以有什么你需要改的不要临时改，或者是你有什么要 special request， 麻烦你不要临时 special， 当你上了这张桌子的时候就马上 special request。 我见过好多个好聪明的3代同堂哈，有老的有中的有小的，大家都很希望就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嘛。小朋友是坐不住一道一道菜吃饭，有没有人 concern 过这个问题？你看基本上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每次我提到了，大家都会觉得好好用啊。比如说你带小朋友哈，2、3岁、3、4岁、4、5岁，然后他也一样是能够上到这张桌子上来吃饭了。好，那你要像我刚刚讲的一个 course、2个 course、3个 course， 让我们排队等的嘛，他就疯掉了，小朋友就疯了，对吧？他一疯，大人也疯掉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提前跟你的 waiter waitress 直接讲，小朋友吃的东西你提前 order 好，就是在一开始 menu 一上来的时候，直接就小朋友比如说
他吃三文鱼，他吃牛排，每个人都要配上 French fries。然后有些爸爸妈妈希望小朋友多吃点蔬菜的，但小朋友不喜欢吃生的，事先跟讲好，就是比如说像什么西兰花、胡萝卜啊，包括芦笋啊，你都可以要求让他们烫熟之后自己撒盐，就让小朋友直接就开始先吃。可能大人在这边还没吃完头盘，小朋友的主菜早就来了，吃完之后就大人里面派一个代表，把小朋友直接送到 Kids Center 去，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好吗？这个世界就安静了。小朋友就被关到 Kids Center 去了，他们也很开心，他们不要跟你在一起，但你其实又希望说大家有在同一张桌上吃饭的这个感觉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流程。亲爱的们，你们要提前讲，你不要说等，已经等得很生气了，然后说你们要怎么样，不好意思，整条船现在分分钟几千个乘客，好吗？拼桌来了，有一些邮轮是你必须要拼桌，比如说Virgin Voyager 的很多个餐厅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几个餐厅，它最著名的就是它是海上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邮轮公司是可以直接吃韩式烤肉的，好期待啊！还有就是类似于像 Viking 的 River Cruise， 那 Viking 现在是主流的 River Cruise， 你分分钟搭 River Cruise 你很难不碰到 Viking 好吗？都是没有什么2人桌单人桌你一拼至少6人桌起，所以拼桌文化在西人界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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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普遍。如果你一定受不了，而你明明知道在这一个船上是有2人桌的，在这个时候直接就有，你就坐上去了，对不对？如果他告诉你说不好意思，你现在这个吃饭的时间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只能拼桌才能在现在吃到饭，那你只能放弃你吃饭的这个点儿如果你挨不住的，现在就去自助餐厅补一点保证你饿不着，你在游轮上永远都饿不着。不好意思，可能要晚上8点多你才能够有一个 table for two， 还有一些人不单单要 table for two， 还要是 ocean view 的 table for two， 必须靠窗的能看到海景的那种，要求可高了，对不对？好，那不一定如愿的情况下，你只能放弃掉一部分你自己原先设想好的那一个部分对了，一定要讲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华人真的在船上老被人骂这个事情。好，开始情绪激动了自助餐厅你有可能是3姑6婆阿姨叔叔，然后亲戚朋友同学一起去的。早餐我们在 buffet 的时候先到了自助餐厅，你就在想说等一下可能我外婆要来，等一下我阿姨要来，等一下我妈要来，我爸要来，然后我朋友要来，同学要来，然后呢你就先去霸住一张大桌子，还摆出那个架势是别人都不能够跟你 share 这张 table，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EO 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么你如果一定要在自助餐早餐也好哪餐也好 OK， 麻烦你们把时间说好，几点钟我们在自助餐门口见，或者自助餐门口那个电梯门口见，我们见到之后再一起进去。我们如果说好一个时间，哪怕你是先进去真的霸了一张桌子，你也知道说你要跟大家都讲好，我这张桌子谁先到谁先占位子，但是这张桌子我们只能站10分钟或只能站5分钟，谁没有到的就自己旁边自己想办法做了，这张桌子我就得要让出去了。就是你又不想跟人拼桌，你又要去霸着，但是你又不确定你的亲戚也好朋友也好是几点钟能够进餐厅的话，那你就不要霸了会被人骂。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喜欢霸的还是那些离就是拿餐区很近的那些位置，那些位置 suppose 应该留给那些老人家好吗？人家走不了太远，大邮轮必须要面对这个西方的这个拼桌文化，不要故意去霸住大桌子，本来人家愿意拼桌的，对吧？好，尝试新食物和新吃法，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因为哪怕我可能目测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只要你可以选，你可以 try a little bit， 你们真的可以尝试，特别是搭一些相对更高级的船，特别平民化的船你就不要去试你试估计可能会被人骂。我说的是 order 的那些餐至少5星半 and 更高级。当你不是非常 for sure 这个 menu 上你想 order 的这个菜你是不是喜欢的情况下，你也不想浪费，你其实是可以跟餐厅提出我可不可以只 try 一点点，我只 try 一点点一个 piece OK，这是以前竞争没有那么激烈邮轮公司大家都觉得赚得到钱，那个时候的邮轮船票比现在要来的贵很多的情况下，好几家现在的5星级的大众化的邮轮公司 specialty dining 都是可以每一道菜都吃，每一道菜只吃先吃一口，是有这个 order 法的。
没有明文写，但是是有这个吃法的 Sabatini， 那个意大利的 specialty， 你是可以要求他把整个 menu 上将近20道菜哈，就你想头盘有很多很多，对吧？然后中间汤那个他意大利餐厅嘛，因为他的 spaghetti 就是意大利面的款式也有好多种，主菜之前的每一个你都能试一遍，而且他每一个他就给你夹一小坨在你的盘子里面给你试一口，你喜欢的话他多夹几口给你吃，就这个样子。当邮轮公司发现他自己不怎么赚得到钱了哈，然后 Sabatini 也涨价了，他就把这个吃法取消掉了。如果你是 Princess 比较高级一点点的 member 的话，其实你下次上 Princess 你可以问他一下，还有没有可能再这么做给你吃。我们问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嘛，不懂就问嘛。万一他说可以的，对不对？那你就是可以真的是把整个 menu 全部从头到尾吃一遍就不用选择困难症了。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好多的人就是搭过那些相对更高级一点的，或者是你是真的付钱去比较贵的 specialty。当你在 concern 说他给了你那个 dessert menu， 现在 dessert 可以这么做，很多很多都可以这么做。他给了你那个甜品的 menu 的时候，你一看就昏倒，哇，这么多，哇，都很好吃。然后他可以给你一个 version。就是它专门做出来是小 piece 的，每一块就一丢丢，真的是一口，然后就是你可以试到当天晚上所有的 dessert。我还干过打包带走 celebrity 上，在他的 specialty 的餐厅里面，太漂亮了，而且是别人勾引我的，就是说你吃不完你看一看吧，看了你就可能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我看了一眼我就拔不出来了，然后我说我吃不完，我给你打包我都试过了，好吧。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去勇于去尝试一下，非常非常特别的 experience。 就像今天隔了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依然可以非常开心的跟大家来回忆，就是我的一路的看到的、经历到的、吃到的、感受到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就是因为我当时去尝试了，尝试控制它。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句话有点不太爽在这里讲是不是觉得我们就是大妈呢？但其实不是的。我们尝试控制一下音量我们还要欢乐的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现象。你基本上看到绝大部分的，特别是相对更高档一点的邮轮就是相对更贵一些的邮轮那些特别特别便宜的我不说了你会发现一样谈笑甚欢，但是不留噪音。这件事情很高难度好吗？我有特别特别尽心去留意过这件事情，但是我会发现说我们有一些人做不到，同样谈笑甚欢，温文尔雅，但是做不到控制音量。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未来有去搭邮轮如果你搭的是纯亚洲市场的上去的全部清一色的那个不用提。但是如果说他们未来会去别的就全世界的人都有的那些船的时候，在自助餐厅请不要打牌打麻将。有人遇到过吗？有人遇到的跟佑讲一下，在那个buffet 自助餐厅遇到有打麻将和打牌的，然后我们的同胞们，然后就是哇，欢乐的不得了。因为buffet里面吃的东西、吃的喝的都是不用钱嘛，对不对？茶无限续，咖啡无限续有一些邮轮公司还无限续果汁，秀也不看了任何的 entertainment 都不看的，也不回房间睡觉的，就聚在自助餐厅里面围着几张桌子打牌打麻将，别人真的很难赶你走，只能躲得远远的。其实正常应该打牌呢，有一些 game room 或者是去 library 的 library 还有好多好多